看看这个马路中心的大洞穴，难以想象基础建设发展完善的日本会发生这种通常只在发展中国家才见到的情况。这不仅是一个大坑洞，坑洞中还困着一名长时间未被寻获的货车司机。事件发生于2025年1月28日早上9点50分左右，地点是埼玉县八桥市的一个十字路口，距离 JR 东京站仅约20公里，并非偏远地区。你可能会疑惑，为何司机无法避开或及时刹车而坠入这个路面坍塌的天坑？这段影片能解答你的疑问。当货车准备转弯前，马路上并无异状，但当车辆开始左转时，路面突然下陷，货车转弯时前轮已跌进洞内，随后整辆车坠入深穴，完全消失不见。事故初期，天坑仅略大于货车本身，但到2月上旬拍摄时，洞口已经扩大数倍。事故发生超过3个月后，直到5月2日，消防员才成功找到司机遗体，并将其运送至地面。不过事件仍未完全解决。再生日本本集将探讨八桥道路下陷事件。实际上，道路下陷在日本并非个别案例。根据国土交通省的数据，平均每年发生近1万宗类似事件。日本面临多种严重社会问题，经济近40年来持续不景气，人口开始减少，加上战后陆续建成的基础建设已使用超过80年，不少设施已老化。但由于经济低迷和修复成本高昂，一些早已发现的问题未能及时解决，最终导致事故发生。在探讨事故前，先到现场看看现况。事故发生于1月28日，拍摄时间为2月中。当时已经过了10多天，但司机仍未被救出。虽然救援行动持续进行中，人们已知司机生还机会微乎其微。八桥市距离东京不太远，驾车前往不用1小时即可达。由于周边地区仍有发生进一步坍陷的危险，且地下瓦斯管可能会受损，导致瓦斯外泄。八桥市当时呼吁现场周围半径约200公尺范围内的居民疏散，结果救援司机的行动耗时3个多月，使附近居民和企业长期受到影响。从远處可見，一台淺綠色挖土機正在作業。上面有直升機喺度巡邏睇緊添，咁後面就見到一啲挖泥車，咁正前面挖泥車左手邊都有挖泥車，我個鏡頭移向左手邊少少啦，咁係見到佢不斷喺度挖緊泥，咁見到綠色招牌 NE27咁樣嘅，咁就會係啦，又見到個挖泥車，呢個係好巨型嘅挖泥車嚟嘅，咁兩邊喺度同時進行緊工程啦。咁同埋每一個路口都有工作人員喺度守住，咁攔住高筒啦。每一個路口都有人守住，咁其實佢哋都幾辛苦，因為而家好凍，成日咁樣可能輪更，我唔知佢幾個鐘啦。即係如果企1個鐘，其實都幾辛苦下。咁啱見到架車運緊啲泥沙，就運嚟現場，咁其實都可以估計佢運好多轉。儘管事故已發生超過10多天，搜索貨車司機的工作仍然進行中。在这段影片中将解答3个主要疑问。第一，为何未能及时将货车吊上并救出司机？第二，为何洞会变得那么大？第三，为何地面突然下陷？货车司机是一名74岁男性，事故发生当日跌进下水道下游的水管内。事发当时，坑洞宽约5公尺，深10公尺，深度相当于4到5层楼高。消防单位表示，救援队员进入坑洞，确认男子被困在驾驶座。事发不久的当时，他们还能与该司机交谈。由于土石阻碍，驾驶座的车门无法打开。救援队也尝试从驾驶座后方进行救援，但坑洞内部坍塌，土石滑落，导致2名队员受伤，最终不得不放弃救援，之后便失去了联络。
在坍塌持续扩大的情况下，若继续行动，司机和救援队员都有被土石掩埋的危险。因此，消防部门决定首先将货车连同司机一起从洞中调出，再进行救援。事发当日下午4点左右，救援队员尝试使用2台建筑用起重机吊起货车，但未成功。到晚上8点后，他们改用另外2台更大型的起重机，分别连接货车驾驶座侧和货台侧，试图将卡车吊起。作业约30分钟后，逐渐将货车吊起，但连接驾驶座的钢索断裂。到了晚上11点多，再次尝试将货车吊起，但货车一分为二，仅有后部货台拉上地面，驾驶座再次掉进洞中。29号凌晨1点多，附近道路又出现一处坍塌，使救援工作变得极为困难。附近餐厅的招牌倒塌，电线杆下沉。由于坍陷范围逐渐扩大，有发生2次灾害的危险，救援人员不得不中断对该司机的救援活动。草加巴朝消防局因救援行动可能延长，且有2次灾害风险，并向埼玉市消防局和东京消防厅请求支援。埼玉市消防局派出特别高度救援队埼玉 Braveheart， 与东京消防厅派出了消防救援机动部队，及时应对及共同展开救援。下午1点左右，救援人员也开始利用无人机勘察坍陷洞穴内部情况。30号凌晨2点30分左右，现场2个坑洞之间的道路突然坍塌。当时现场没有进行任何作业，推测是在地基变弱的情况下自然坍塌的。结果2个坑洞连成一体，形成一个大型的椭圆形坑洞。截至1月30日，坍陷范围已扩大至长31公尺、宽24公尺。洞内堆积散落着塌陷的道路沥青和下水道的混凝土管壁碎片。事故地点下方的下水道已变得脆弱，加上救援工作使用了重型机器，使下陷的情况更加严重。此外，下水道不断有水流，使救援工作变得更加困难。由于事故道路下陷情况严重，必须使用重型机械来清除瓦砾和土石。县政府从1月30日开始施工，建造一条从地面延伸至坑洞内的斜坡，宽约4公尺，长约30公尺，并于2月1日完工。斜坡完工后，重型机械进入并开始清除瓦砾，但傍晚时分在斜坡前端发现有积水，因此中断了作业。到了2月2日天亮时，虽然坑洞内的水位有所下降，但仍未能恢复作业。发现可能是瓦砾等杂物流入下水道管道，造成堵塞，导致水倒流溢出，无法继续作业。从3日上午，救援人员着手扩宽现有斜坡，将作业范围延伸至无积水的区域。此外，县政府也开始建造第2条斜坡，以便重型机械更接近目标位置。除了水流问题之外，下水道管内亦确认有硫化氢等有毒气体。现场的下水管道中，平常污水流动的高度大约是管道的1/3。污水中的有机物会产生硫化氢，当这种气体接触到空气时，会转化为硫酸，进而导致混凝土管道腐蚀。硫化氢对人体有害，高浓度时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因此救援人员需要穿戴防护衣和氧气瓶来进行作业，这大幅限制了活动时间。为确保安全和保护工作人员，成为阻碍救援活动迅速进行的因素之一。之后，救援工作主要转为解决水流过多问题。县政府将坍塌处上游邦浦站的污水紧急排放至附近河流，减少水流。另外，建设及衔接约70米长的副管道，阻止水流流到事故位置。工程于4月24日完成。确认副管道正常运作后，救援人员清除管道内淤积的泥沙，并降低管内硫化氢浓度。最终搜索行动于5月1日重新开始。搜索人员凌晨4点20分左右进入下水道，
现场设置了通风设备，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谨慎作业。到下午5点左右，货车的驾驶座部分在事发现场下游约30公尺的下水道管道内，确认座位内疑似有人形。到了5月2日上午8点10分左右，消防队员发现驾驶座已严重变形，死者被卡在座椅内部。在现场确认司机死亡后，将遗体放上担架拉回地面，救援工作总算告一段落。究竟下线事故地下是怎么样的情况？还有发生了什么事？看看事故现场地下的平面图，便会发现地下埋着不同用途的管道，例如通讯用的，以及上水和下水用的管道。据崎玉县表示，在坍塌道路下方约10公尺处有一条下水道管线，下水中含有的厨余等有机物可能产生硫化氢，当这种物质接触空气后，会变成硫酸，腐蚀水管，水管变得越来越脆弱。当车辆通过时，道路可能因为无法承受重量而塌陷。现场的下水道在1983年铺设并开始使用，是直径4.75公尺的钢筋混凝土管。虽然其使用寿命约为50年，但已经经过了42年，老化问题令人担忧。在2021年度的定期检查中，并未发现需要修缮的严重腐蚀情况。由于路面下陷及下水道破损，县政府由事故当日至12日正午，限制相关县内12个市镇约120万人使用下水道。除了下水道日久失修之外，也有其他原因导致路面下陷，例如地质和地基问题。事故发生的八朝市道路位于称为中川低地的软弱地基上，下水道管埋设处约50公尺深的地层由沙和淤泥层组成，随时可能发生异化现象。另外，交通负荷亦不可忽视。塌陷发生的地点位于距离八朝市政厅约300公尺的地方，是一个交通量非常大的十字路口。大型车辆和重型机械频繁通过，对地下结构的影响也相当显著。在这里介绍日本一些路面下陷事故。2016年11月8日，福冈市博多区博多站前的一条主要道路突然发生大规模塌陷。这次事故形成了约30公尺长、27公尺宽、15公尺深的巨大坑洞，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塌陷的原因是附近地铁七威线延长工程的隧道施工不当，地下水流入隧道，导致周围土壤流失。令人惊讶的是，工程人员仅用1周时间就完成了修复工作，展现了惊人的效率和技术。这起事件后来成为日本高效率应急处理和工程技术的典范案例，也促使相关部门加强了地下工程的安全监管。另外，在2025年4月30日，在京都市下京区国道1号十字路口地下的上水管破裂，导致广泛地区积水。这起事件疑似是由于水管老化所造成，虽然没有造成供水中断，但约6500户家庭可能会出现浑浊的水，因此市政府派遣了6辆供水车。事故现场即使到了晚上，仍然实施交通管制，一度造成交通拥堵，也对游客造成了影响。这条水管大约于1959年铺设，已经使用了约65年，已经超过了市政府设定的60年更换指标。而政府将水管的使用寿命定为40年作为更换的参考标准，但各地方自治团体可以自行决定更换的年限。推测是由于生锈或腐蚀的部分承受水压而破裂。今年1月的定期检查中并未发现问题，原计划在今年11月前更换，可惜在更换之前就发生了事故，造成影响。日本各处平均每年发生近1万宗路面下陷事件，被媒体广泛报道的只是少数。日本国内铺设的水管总长约为74万公里，
根据厚生劳动省的资料，截至2021年度，约有16万公里的水管已经超过使用年限40年，相当于全体的22%。由于大多数水管都是在高度经济成长期铺设的，今后老化率将会进一步上升，这意味着因老化引起的漏水风险必将增加。另一方面，水管的更新工作进展缓慢，显示1年中更新了多少水管的更新率逐年下降，2021年度仅为 0.64%。各地方自治团体的预算有限，因此更换老化的水管并非容易的事。例如神奈川县川崎市的预算1年最多只能更换40公里的水管，假如要更换日本所有的老化水管，按照目前的进度，估计需要130年。在此期间，水管仍在不断劣化，实际上是将问题推迟给下一代解决。在全世界仅有12个国家能从水龙头直接饮用安全的水，然而日本这一生命线正面临危机。更新工程无法顺利进行的原因有很多种，首先是由于人口减少，导致水道事业单位的营业收入减少，无法筹措更新水管所需的预算。目前每公里水管的更新费用约需要2亿日元，但能够确保这笔预算的只限于财政健全的城市。基础设施老化的问题不仅存在于日本。2015年，美国密西根州的佛林特市发现，老化的水管中的铅渗出，污染了自来水，居民开始出现健康问题。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引发了严重混乱。由于佛林特市原本就已经财政破产，在更换水管上遇上困难。除了财政上的问题之外，人才也是导致水管未能及时更换的原因之一。电机工程有相关的专业人员，但水道是依赖土木工程人员。现在大学中几乎已经没有名为土木工程的学科了，这些学科已经改名为社会环境、都市环境学等名称，因而使得毕业生的就业倾向不是从事这些重要的基础设施工作。就算有实际的技术人员，但难以培训出设计和规划维修、更换上下水道的人才。日本面对人口减少，要维持现有基础建设已不切实际，加上能登半岛地震到现在也有地方还未重建，提倡紧密型城市的人逐渐增加。紧密型城市是指抑制人口向郊区扩散，将生活必需的功能集中在城市中心区域，形成更为密集的城市结构。不过，代代住在人口较少村庄的人可能被迫搬到市区，这容易引发不公平和被迫搬迁的问题。包括水道管线在内的基础建设维持现有水平的问题，看来并不容易解决。